为了巡礼黑神话悟空，我到了福建泉州，却在1天之内接连3次看到黑神话钟馗。这就是我在福建泉州的非遗馆所亲身经历的一段往事。它就在泉州侨乡体育中心里边，如果你距离不远，就可以走进这个展馆里，看看福建泉州做出来的钟馗是什么样子的，以及钟馗这个人物都会在什么场合中出现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。我背后这个地方是泉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馆，也是我泉州之旅的最后一站。待会儿咱们就来一起好好逛逛这儿。我是2024年1月到的，当初去泉州是冲着黑神话悟空取景地，也就是开元寺双塔去的。逛完双塔之后，我发现我住的酒店距离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很近，步行870米即可抵达。进馆参观很简单，到门口直接扫码预约即可。走进来之后，发现这边人特别多。我在福建逛了好几家博物馆，这算是比较热闹的一家了。现在我们从2楼开始参观，因为进门就是2楼。这会儿可以在互动屏里初步预览泉州的国家级非遗以及世界级非遗。现在我们来看具体的展品，先从惠安石雕开始。据博物馆资料透露，在人民大会堂、中山陵、中华世纪坛等处都出现过惠安石雕作品。博物馆里也对惠安石雕的外观做了个简介。后面展出的就是实物了，不过都是小件为主。我们能看到石雕观音和女娲，右边的就是女娲。如果不看展牌，你不会认为这是在补天，倒是很像在装修房子。此外还有一座石雕塔，能做出这么多细节，可是真的不容易。另外墙上还有2幅画，下边也写着是石雕，这哪能看得出来是石雕作品？总而言之，这边的很多作品真的是超出认知了。下一组是泉州李瑶宝刻纸，这说的是纸窗花之类的工艺品。在北方，这种工艺被称为剪纸或纸雕。在博物馆的现场也给这种作品分出了类别，而现场看到的实物展品几乎没有几件是春节窗花那类的，你乍一看都猜不出来它们会在什么场合出现。但在泉州，它们各有各的实用场合，只有那些有实用机会的工艺才有传承下去的空间。后一组是江家走木偶雕刻。泉州的宗教信仰很丰富，所以雕刻神像的市场大。借着这股东风，成长起来的雕刻手艺人也多，最终就发展出了木偶雕刻这个分支来。我们在现场的实物展品中能看到很多历史人物、戏曲行当以及各路神灵的头像作品。我们在开头看到的钟馗就是这个区域的作品，旁边是封神里的洋人，啥时候出个黑神话洋人啊？另外这边还出现了济公，而且是陈浩民版的，不是老版的。下一组是惠安木雕，它源于唐5代的建筑木雕工艺。附近有一个放视频的地方在介绍这种工艺。看到实物时，你会发现如今惠安木雕的适配场所可不止建筑构件本身了。但博物馆的展品类别不多，现场除了摆件和挂件之外，几乎也没有其他的了。然后是咏春纸质画，这是先在宣纸上绘画写字，然后再从前边用纸条织网，让这幅画看着朦朦胧胧的，有一种模糊的美感。你可以把这种工艺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国画。后边的泉州林存中纸扎拥有非常精美的外观，我们能在这边看到熟悉的纸扎天坛祈年殿，这个造型是比较特殊的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纸扎开元寺双塔。我这次来泉州就是冲着双塔来的，事实也没让我失望，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双塔元素。下一组是泉州庄高人，这其实是用精米加糯米再加颜料做出的彩色小人儿，近似于我们这边的面人儿。再往后是泉州彩扎，这是纸扎工艺的一个分支，做出来的成品个头都比较小，而且是以人物为主。而且我们在这边第2次看到了钟馗，说明钟馗是很受欢迎的人物。其余的则多以戏曲为主，比如陈三五娘的爱情故事、三岔口中的黑暗试探，还有吹箫隐喻的爱情故事，每个故事都是脍炙人口的。然后进入泉州花灯篇，全国各地几乎都有花灯。泉州花灯的特点是种类多、花样多，点起来有一种盛世纷繁的感觉，甚至个别的花灯里边还有会旋转的人物。另外这边还介绍了各处不同的花灯民俗，其中一处的介绍提到了开元寺双塔形状的花灯，遗憾的是没见到实物。
下一组是泉州布雕画，因为这是很多层布摞起来的，所以它才是布雕，不然就是布画了。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就是那幅《清明上河图》了。最后是泉州通草画，这是用植物制作的工艺品，既有平面的画作，也有立体的内容，这属于是一种化平凡为神奇的工艺。至此我们就逛完了2楼，现在我们乘坐电梯登上4楼，先从咏春旗栏开始看起。这是海上丝路的重要贸易品，在栏上加漆之后，既能让外观变漂亮，又能确保它耐酸碱侵蚀且不容易褪色，并更加坚固耐用。这类器具是对古老漆器的一种传承。再下一组是泉州锡雕，这也是从明代一路传承至今的工艺。至于现场的实物展品，那更是琳琅满目，其中有几件比较好认，比如故宫的角楼、泉州开元寺东塔镇国塔以及泉州开元寺西塔仁寿塔，都是知名的地标建筑。后面是泉州金苍绣工艺，它用的是包金箔绣线，像是一根金葱，所以叫金葱绣，后被泉州人改成金苍绣。现场的实物大都是唱戏穿的行头，有的是给人穿的，也有的是给木偶穿的。下边这位更是重量级，那就是泉州德化县的德化瓷。我在全国各地都没少看到德化瓷，到这儿才发现原来德化就在泉州。之前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德化瓷基本上都是白瓷，这边也有不少白瓷作品，但除此之外我还看到了很多的彩瓷作品，这是在泉州之外不能轻易看到的展品，实在是非常精美。然后是泉州泥金线画，一般用来贴门贴家具或者用来做壁画，甚至还会用到漆器上，这是不同工艺之间的融合。它后面是安溪铁观音，可惜现场只展示了图文，没做实物展示。要是能现场沏一壶茶，给游客一人发一杯就太好了。然后是泉州佛像雕刻工艺，要知道泉州曾经是贸易重镇，云集了四面八方的人，也云集了五湖四海的信仰，所以这边的佛像也融合了不同的艺术风格，画风也是格外鲜艳。我的视频没加滤镜，它的色彩饱和度仍然是极高的。下一个重头戏是泉州漆线雕，这种工艺最初的功能就是给佛像上彩色用的。当然，现场展品中的人物造像已经不仅限于佛像了，甚至现场的工艺品都不仅限于人物了。它在新的时代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，也有了更多惊艳世人的机会。最后是闽南传统民居营造工艺，博物馆里没摆一整座大错，只展示了一些构件，其中的龟壳花篮上边这些六边形空隙代表的就是龟壳，然后还有八仙吊篮，下半部就是镂空的八仙浮雕，其余还有一些瑞兽，包括麒麟座、狮座，这些在全国都很受欢迎。另外还学到一个知识，原来闽南建筑眼角的分叉小尖叫做燕尾脊。至此我们就逛完了4楼，现在我们准备下到3楼。开场先看到闽南讲古，这个就是用闽南话说书，泉州电视台常有此类节目，挺有意思的。再往后是泉州提线木偶戏，现场展示了很多提线木偶戏的实物。另外我们在这边第3次看到了熟悉的钟馗，说明他在戏曲里也是很受欢迎的，自然便会反复出现。附近还有布袋戏的展示，它和特别火的霹雳布袋戏大概率是近亲。下一个特别重要的篇章是梨园戏，看了行头之后发现这边用的不是木偶布袋，而是真正的演员。现场还展出了演员在表演时所需要用的道具和饰品。另外这里再次出现了陈三和五娘的爱情故事，这是闽南一带比较著名的才子佳人往事。然后是南少林，我以前只知道莆田少林，这次发现泉州也有南少林。这边重点介绍的是在武侠电影里经常被提到的五祖长拳，此外还有泉州中师，这种运动则是五祖长拳的一种延伸。至此我们就彻底逛完了泉州非遗馆。其实我当初逛完这边之后，这素材就躺在网盘里吃灰了，甚至我都快把它给忘了。直到最近这几天我才想起来这段始于黑猴终于钟馗的旅行，干脆就顺手捡出来好了。其实黑猴也好，钟馗也罢，无论是哪一部的黑神话，都是在中华文化的沃土中所生长出来的神话故事。我们因黑神话邂逅泉州，并在泉州的非遗馆里见证了木偶戏的灵动，
金苍绣的华美，西雕的精湛，他们是穿越过无数个世纪并存留至今的传奇往事，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丰厚馈赠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从来都不限于物质或工艺本身，时至如今，他们仍在孜孜不倦地为后世的创作者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灵感源泉，那才是一笔无可估量的财富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和学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